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-C 已经低于100毫克每分升或2.6毫摩尔每升，你是不是以为心脏和大脑血管已经高枕无忧了？但现实是，很多 LDL-C 完全正常的人，依然会发生心梗、中风，甚至在影像检查中已经长出了斑块。所以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们只回答一个关键问题：当 LDL-C 已经小于100毫克每分升或2.6毫摩尔每升时，怎样才能让心脑血管真正更安全？先说结论， LDL-C 小于100毫克每分升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，但它绝不是终点。因为 LDL-C 只告诉你血液里装了多少胆固醇，却没有完整告诉你有多少危险颗粒，血管扛不扛得住，以及时间已经累积了多久。当 LDL-C 合格之后，你真正该做的是以下6件事。第一件事，降低真正的危险颗粒数量。动脉粥样硬化不是被胆固醇重量砸出来的，而是被脂蛋白颗粒反复撞击形成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 LDL 已经不高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要关注 ApoB 非 HDL 胆固醇、残余胆固醇。它们反映的是你血液中一共有多少致病颗粒。颗粒少，撞击次数才会真的少。减少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颗粒总数 ApoB 核心有3点：益少生成，控制精制碳水和果糖，改善胰岛素抵抗，降低甘油三酯，减少肝脏 VLDL 过度生成，从源头减少 ApoB 输出。2块清除，提高 LDL 受体 LDL2 回收效率是关键。通过它听医者脉步 PCSK9 抑制剂以及可溶性纤维，促进 ApoB 颗粒被肝脏及时清除。3不滞留，不变坏，降低慢性炎症和血糖波动，防止 ApoB 被氧化、糖化，缩短其在血液和血管壁中的停留时间。第2件事，保护血管内皮。真正的防火墙即使颗粒数量一样，血管状态不同，结果也完全不同。健康的血管内皮可以阻挡颗粒进入，受损的内皮会让颗粒更容易滞留，引发炎症。保护血管内皮核心要点有3类：一、减少持续性损伤，稳定血压120/80毫米汞柱和血糖；戒烟，避免慢性炎症与氧化压力，防止高剪切粒和糖化中产物对内皮的长期破坏。剪切粒是血流在血管壁表面流动时对内皮细胞产生的摩擦力。正常稳定的剪切粒保护内皮，过高波动大紊乱的剪切粒损伤血管内皮。2、增强内皮功能核心一氧化氮能，规律有氧运动，充足睡眠，摄入富含多酚和硝酸盐的蔬菜水果，提高血管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，维持血管正常舒张与抗炎能力。3、改善代谢与脂蛋白环境，降低 ApoB 和甘油三酯负荷，缩短脂蛋白在血液中的停留时间，减少对内皮的反复撞击与滞留。第3件事，控制慢性炎症。 LDL 本身并不可怕， LDL 炎症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慢性炎症会让血管壁更黏，让颗粒更难被清除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关注 HSCRP High 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高敏 C 反应蛋白、体质分布、睡眠质量以及长期压力。慢性炎症并非感染问题，而是由代谢紊乱、内脏脂肪、血糖波动、睡眠不足和长期压力持续驱动的低度炎症状态，是动脉粥样硬化和多种慢病的共同土壤。控制慢性炎症核心有3点：一、减少炎症来源，稳定血糖，控制内脏脂肪，戒烟，减少超加工食品和反式脂肪，从源头切断炎症信号的持续输入。2、降低炎症放大效应，采用抗炎饮食模式，降低 ApoB 和甘油三酯负荷，改善肠道环境，避免炎症在血管和内皮层面被反复放大。抗炎饮食就是一种通过稳定血糖、优化脂肪结构、提高植物密度并减少超加工食品，让身体长期处在低炎症、以修复状态的饮食模式。3、增强身体的抗炎与修复能力，规律运动，充足睡眠，管理压力，促进免疫与自主神经系统恢复平衡，降低 HSCRP 等炎症指标。一句话总结：控糖、减脂、抗炎饮食、运动和睡眠是长期控制慢性炎症的5大基石。
第4件事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胰岛素抵抗会让 LDL 变得更小、更密，在血液中停留更久。这解释了一个常见现象：LDL 不高，但甘油三酯偏高，血管却更容易出问题。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核心要点有3类：一、减少胰岛素阻力来源，控制内脏脂肪，稳定血糖波动，减少精致碳水和含糖饮料，降低慢性炎症对胰岛素信号的干扰。2、激活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，规律运动有氧阻力可在不依赖胰岛素的情况下促进肌肉摄糖，是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最有效的手段。3、优化生活节律与代谢环境，充足睡眠，减少久坐，合理蛋白与健康脂肪摄入，有助于降低胰岛素需求，恢复代谢灵活性。一句话总结：减内脏脂肪，动肌肉，稳血糖，睡好觉，是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4大关键。第5件事，识别遗传风险。有些风险并不写在 LDL-C 上，比如 Lp(a), 它是遗传决定的，与 LDL 高低关系不大，却明显增加心梗和中风风险。一生测一次，就可能改变你一辈子的预防策略。遗传风险并不是命中注定，关键在于尽早识别，提前干预，降低叠加风险。以 Lp(a) 为代表的遗传脂蛋白异常，往往在常规体检中被忽略，却可能显著提高心脑血管事件风险。识别和预防遗传风险核心策略有3步：一、主动识别遗传风险，一生至少检测一次 Lp(a)， 系统回顾家族早发心梗、中风或猝死时。当 LDL-C 不高却出现斑块或事件时，要高度怀疑遗传因素。2、激活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，通过颈动脉超声、冠脉钙化评分等影像，结合 ApoB、非 HDL-C， 判断遗传风险是否已转化为结构性血管损伤。3、预防不是改基因，而是降低叠加风险。虽然遗传因素难以改变，但可通过严格控制 ApoB、炎症、血压、血糖和生活方式，将遗传风险的实际危害降到最低。一句话总结：遗传风险要早测、早看、早控，基因不能选，但风险可以被管理。第6件事，必要时用影像看真实血管化验单是风险推测，影像才是现实。在合适的人群中，冠脉钙化扫描、颈动脉超声可以直接告诉你血管现在到底有没有斑块。核心思路有3点：一、直接看有没有斑块，通过颈动脉超声判断是否已形成斑块及其数量和分布，是发现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最简单、低风险的方法。2、评估心脏真实负担，冠状动脉钙化评分 TAC 反映冠脉累计损伤，是预测心梗风险的重要工具，必要时用冠脉 CT 血管造影观察斑块类型和狭窄程度。3、把风险从可能变成已发生或未发生，影像能验证遗传风险，脂质异常或炎症是否已转化为结构性血管病变，从而指导是否需要更积极的干预。一句话总结：化验指标告诉你危险有多大，影像诊断告诉你血管现在长什么样。心脑血管安全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整套系统工程。结尾，所以当你的 LDL 已经低于100，请记住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，但不是终点。真正的长期安全来自于更少的危险颗粒、更强的血管防御、更低的炎症水平，以及更长时间的稳定控制。我们的目标不是一张好看的化验单，而是一辈子不发生心梗和中风，把风险挡在血管之外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提前了解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知识与科学管理策略，一起用科学守护健康。